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真正自律的女人不是对自己严苛，而是拒绝做这5件事情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低级的快乐是直接给你想要的东西，高级的快乐则会给你设置重重阻碍。前者往往是放纵，后者多半是克制。一个真正自律的女人，并不是以苛刻的态度对待自己，而是拒绝那些短暂的低级快乐，毅然选择那条艰难但正确的道路，勇往直前。1. 拒绝垃圾食品。你是你吃出来的。这本书中说，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往往与其饮食习惯紧密相连。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摆在眼前，优雅的美女通常不会选择垃圾食品作为她们的日常的食物。她格外关注摄入的食物是否对身体健康有益。奶茶、甜品这类食品虽然能短暂地满足了味蕾的享受，带来一种浅层次的愉悦感，然而这种快乐却是以皮肤松弛和健康失衡为代价的。纪录片导演摩根斯·波洛克在拍摄《大马的我》时，曾进行了一项备受瞩目的实验，连续30天每餐只吃麦当劳的食物。这一实验结束后，他的胆固醇水平激增近1/3，肝脏损伤指标更是翻倍上升，体脂率也显著增长了7%。此外，他还遭受了腹痛、恶心等身体不适症状的困扰。尽管身体已经发出警告信号，但在实验结束后的几天里，摩根有时仍难以抵挡想吃垃圾食品的冲动。这种欲望只有在继续进食后才能得到暂时的缓解。这充分说明了吃垃圾食品是会上瘾的。许多人都将宅在家中，一边看电视或玩手机，一边享用薯片、饼干等超加工食品视为一种乐趣。然而，这些高油、高糖、高热量的3高食品虽然美味诱人，却潜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。长期使用这些食品与超重、肥胖、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密切相关。因此，自律的女人并不会过度沉迷于这类食物的摄取。这并不是因为她们对美味佳肴毫无兴趣，而是深知某些食物偶尔品尝一下并无大碍，但务必要懂得节制，适可而止。2. 拒绝拖延犹豫。德摩克利特说，老是犹豫不决，就永远达不到目的。拖延的弊端远不止于时间的延误，它更会导致内心的动摇，让人在犹豫中消磨意志，甚至渐渐丧失前行的信心。因此，无论面对何种事情，一旦下定决心，便应迅速付诸行动。这样的女人方能焕发勃勃生机，紧握生活的主动权，品味更为高级的愉悦。朋友林月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无论走到哪里都吸引了不少目光。她毕业于名校，能力出众，备受同事们的羡慕和尊重。林月总是穿着时尚的衣服，踩着高跟鞋，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穿梭。她喜欢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生活，享受着大家的点赞和评论，心里充满了自豪和满足。每当朋友们夸赞她的美貌和能力时，她总是笑着说，我才不会满足于此，我会更加努力的。然而1年过去了，其他人都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年终考核做准备时，林月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舒适区中。她忙于社交，却从未想过为自己的未来打算。她总觉得自己还年轻，有的是时间和机会，不需要急于行动。随着年终考核的到来，林月开始感到有些力不从心。她发现自己在职场上遇到了瓶颈，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轻松地应对工作。同时，她的社交圈子也开始变得狭窄，朋友们都在忙于自己的事业和家庭，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她。一天，林月独自一人回到家中，感到无比孤独和失落。
他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，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寒号鸟的故事。他意识到自己就像那只寒号鸟一样，只顾着享受眼前的舒适和安逸，却从未为未来做过任何准备。听说过一句话，拖延最大的坏处不是耽误，而是会使自己变得犹豫，甚至丧失信心。生活中，许多人常常陷入无休止的拖延之中，借此麻痹自己，以得过且过的心态度日。这样的做法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，更在无形中滋生了焦虑情绪。人生路上，我们最应当警惕的不是心灵闲逸而身体忙碌，而是心灵繁忙而身体懈怠。一个人最理想的状态应当是：今日之事今日完成，明日之忧明日再虑。当你心中有所想法，一旦下定决心，便应立即付诸行动，不拖延不犹豫。这才是最高境界的自律。澳大利亚作家邦尼在《临终前最后悔的5件事》一书中，通过对临终者的采访，得出了以下5点深刻的总结： 1. 希望我有勇气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。 2. 希望我没有那么拼命工作而忽视家人。 3. 希望我有足够的勇气表达自己的感受。 4. 希望我能和自己的朋友们一直保持联系。 5. 希望我当初能够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。在疾病与生死面前，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，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实并不多。因此，聪明且自律的女人会早早思考自己的内心所求，不畏惧任何挑战，不拖延时机，用坚定的行动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。3. 拒绝及时娱乐。叔本华说，没有真正的需求，也就没有真正的快乐。沉迷于打游戏和刷短视频这类短暂的娱乐形式，确实能带来片刻的欢愉，然而这种欢愉之后，却往往伴随着内心的孤寂和空虚。相较之下，看书、写作、锻炼身体以及学习新技能等活动，虽然起初辛苦且充满挑战，但经过不懈的努力，你会发现这些付出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增长，更多的是内心的满足和自信的提升。有一次午餐时，同事不经意间分享了一个朋友的故事。那个女人在周末拜访同事时，并未选择逛街或品尝美食，而是选择在同事家中安静地听网课、看书。当同事询问她下午的打算时，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要看书。随后，她真的在那个悠闲的下午时光里，没有拖延，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学习中。她曾在银行工作了1年多，但忙碌的工作让她感到自主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于是她下定决心，经过一番努力，成功考入了事业单位。然而她并未因此松懈，反而为自己设定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和规划，一边工作，一边继续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。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学习是终身的事情的真谛。他无论身处何地，都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，仿佛学习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，如同一日3餐般自然而然。听着同事的讲述，不禁感叹他的毅力和坚持。在工作多年后，很多人都想再拿起书本学习，却总是沉迷于即时娱乐。即时娱乐犹如时间的漩涡，悄无声息地消耗着宝贵的时间资源。而自律的女人则坚守着一种价值观：注意力重于时间，时间贵于金钱。因此，她们会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于自我提升与成长。她深知延迟满足的价值，懂得追求更为持久和深刻的快乐。在自律的女人看来，真正的快乐并非源于短暂的娱乐消遣，而是来自于不断学习和进步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满足感。4. 拒绝冲动花钱。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：女人这辈子最不能缺的是什么？高赞回答只有一个字：钱。现今社会，很多女人被消费主义裹挟，总是挣多少花多少，甚至超前消费。
殊不知，对金钱的透支只会让你在危机来临时丧失抵御的能力。林小梦生于一个富裕家庭，生活富足而舒适，父母的溺爱和家庭的优渥养成了她独特而张扬的个性，追求时尚与奢华，享受生活的每一刻。成年后，林小梦的消费观依旧豪气冲天，她常常出入高档商场，购买名牌服饰和珠宝，生活充满了光彩与华丽。她与李浩宇结婚后，林小梦的消费水平更是直线上升，每个月的支出远超常人想象，成了朋友圈中的焦点。她的衣橱里挂满了各种名牌服饰，从法国的定制礼服到意大利的高级皮草，每一件都是她心头好。她出门必穿名牌，从鞋子到包包，无一不是精挑细细选。然而，林小梦的无节制消费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不久后，父亲因病去世，家中的经济压力突然增大，而李浩宇的事业也遭遇重创，收入锐减，失去了经济支柱的林小梦开始感受到生活的艰难。她曾经的奢华生活变得遥不可及，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显得捉襟见肘。茨威格曾说，他那时还太年轻，不知道所有命运赠予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，花钱的时候越肆意，结果往往会越痛苦。当你手头宽裕之时，切记不可肆意挥霍，因为生活的无常总是难以预料。你或许有一天会陷入困境，甚至连100元借款都无从寻觅，那时你将深切体会到何为卑微与无助。辛勤工作，积累财富，并非仅仅为了满足一时的欲望或冲动，而是为了确保自己在人生的旅途中拥有选择的权利。有时候我们努力赚钱存钱，并非因为我们想要做什么，而是因为能够选择不去做什么。华裔演员刘玉玲曾分享过她的金钱观，她努力工作，赚取丰厚的收入，并把这些财富视为她的滚泥巴基金。这意味着当生活中出现意外，或者有人试图强迫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时，她可以毫无顾虑地回应滚你吧。这不仅是她个人力量的体现，更是一个自律女人应有的金钱观。5. 拒绝取悦他人。郭良聪说，太迎合别人，便失去自己的格调。许多人在浑浑噩噩中消磨着宝贵的时光，总是眼巴巴地羡慕着他人的精彩生活，却缺乏那份敢于迈出改变自我的勇气。又有多少人渴望通过自律来向他人展示自己，刻意塑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形象，每天用虚假的表象来装点自己的生活。不禁想起作家李小艺讲过的一段经历。李小艺一直有坚持运动健身的习惯，有一天他在健身房遇到了一个女孩。这位女孩从踏入健身房的那一刻起，便忙着用手机自拍，时而摆出各种运动姿势，时而尝试各种运动器械。在她完成锻炼准备离开之际，她请求李小艺帮忙拍摄几张显得腿长的照片。李小艺依言而行，尽力为女孩拍好看的照片。女孩看到照片后非常满意，随即在社交平台发布，并附上文字：自律才自由。她的照片迅速获得了众多点赞，她为此感到非常开心。随后，女孩与李小艺闲聊时问起，为何李小艺每天锻炼会流那么多汗，是否感到疲惫。李小艺询问女孩是否住得离健身房很近，女孩表示并非如此，她特地开车前来。李小艺微笑着说，你特地大老远开车来这里，却只是为了拍几张照片，并不真正进行锻炼，难道不觉得这样更累吗？女孩听到这里似乎有些不悦，但仍未改变她的想法。后来在谈及此事时，李小艺感慨道，真实的东西都不会让人感到疲惫，反而是那些虚假的东西才最让人感到累。仔细想想，生活中的大多数累似乎都来自于伪装和取悦别人。这种伪装的自律
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的人生套上了枷锁，使我们无法真正获得自由。我们若是过度活在别人的期望中，就如同将那把解锁的钥匙交予他人，看似是自我约束，实则是受制于他人的评价。电影《热辣滚烫》中，贾玲勇敢地减去了半个自己，展现了从迎合他人到关注内心真实需求的转变。虽然取悦他人会暂时带给我们快乐、安全感和归属感，甚至某些物质上的回报，但我们需要反思，是否应该一直如此费尽心思地去取悦外界，以至于忽略了取悦自己的重要性。人生苦短，我们无需过分在意他人的眼光，只有当我们把焦点重新放回自己身上，去深入了解、接纳并爱护那个最真实的自己，我们才能活出更加宽广和自由的人生。有人说，自律是一个人通往理想人生道路的一把钥匙，它激发着一个人将事情做到极致的决心，让生命的画卷更加绚丽多彩。诚然，当一个女人展现出高度的自律，她的全身都会散发出璀璨的光芒。自律的女人能主宰自己的人生航向，活出最为精彩纷呈的生活状态。一、自律的女人灵魂富足。少有人走的路中写道，所谓自律，就是以积极而主动的态度，去解决人生痛苦的重要原则。有些人常常只是口头上说要自律，却只有3分钟热度，难以持之以恒。相反，有些人却能够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坚持到底。这种自律精神，正是成功者所具备的根本品质。自律的女人，无论是在外在形象、身材管理，还是生活习惯等方面，都能够保持优秀的状态。她们通过坚持自律，不断提升自己，从而赢得了他人的欣赏和尊重。这种优秀和被人欣赏的感觉，就像海边吹来的一缕清风，让人心旷神怡，倍感舒适。很喜欢一位舞者，已经年过半百，但他的身影依然活跃在绚烂的舞台上。他那曼妙的身姿与迷人的气质，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让人不禁感叹，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在一次与记者的深入对话中，他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饮食秘诀。他表示，每天早晨，一杯淡淡的盐水和3杯香气扑鼻的普洱茶，就是他简单而营养的早餐。午餐时，他会选择几片鲜嫩的牛肉和一碗滋补的鸡汤来补充能量。餐后还会品尝几个小苹果，满足味蕾的享受。而到了晚餐，他依然保持简约，2个小苹果和1片牛肉就足够了。此外，为了保持身材的完美线条，不让胃部鼓出影响舞姿，只要有演出任务，他会在出演前严格禁食禁水。这种对舞蹈的热爱和执着，让人深感敬佩。除了饮食上的自律，这位舞者还非常注重运动锻炼。除了每天3-4个小时的舞蹈练习外，他还会坚持做小腿伸展运动10分钟，以及走路或站立2小时，以保持身体的柔韧性和优雅姿态。他把自律融入生活的点滴之中，无论是饮食还是运动，他都坚持每天照做，从不松懈。正是这种自律精神，让他在岁月的洗礼中依然保持着青春、美丽、有仙姿、有灵气的精神面貌。岁月从未偏袒任何人，但这位舞者却用自律抵抗了岁月的侵蚀。他不仅赢得了舞台上的掌声和赞誉，更赢得了人生的精彩和辉煌。自律让一个女人的生活有趣，灵魂富足，也更加自信笃定。而那些坚守自律的女人，早已将自己的生活打造成了一副令人艳羡的样子。2、自律的女人严于律己。网上有个非常火爆的热议话题，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？赢得高赞的回答是自律。自律的女人，无论日常生活还是人生规划，都会给自己定下严苛的规矩。少有人走的路有一句话，
自律是解决生活问题的主要工具，也是形成良好习惯的开始。只有通过自律，才是处理缺乏动力最有效的方法。明白了自律的重要性，一切艰难困苦便显得微不足道。中国杰出的女航天员王亚平曾在一次深入采访中透露，为了打下坚实的训练基础，她3年未踏出航天城。为了弥补专业上的不足，她精心规划了包含30多门课程的学习计划，每日奋战至深夜，短短3个月内便完成了他人1年的学习量。在适应太空失重的特殊环境中，王亚平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。他身着重达120多公斤的舱外航天服，潜入水中，承受着至少40千帕的巨大压力，坚持进行长达6-7个小时的模拟作业。除此之外，为了能在心跳加速、呼吸困难的极端条件下，依然能够准确无误地判读信号、发送指令、回答问题，他还进行了艰苦的超重考核训练，其过程的艰辛远非普通人所能想象。然而，正是这份高度的自律与不懈的坚持，使王亚平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，最终成长为一名备受瞩目的优秀航天员。许多人往往只羡慕他人的成功与荣耀，却忽略了每一份成功的背后，都离不开严格的自我管理与约束。自律赋予女人面对困难的勇气，让她能够用实际行动突破重重障碍，最终走向心中的远方。而那些自律的女人，在不断的挑战与战胜自我的过程中，也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3. 自律的女人拥有自由。知乎上有个问题，自律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？点赞最高的答案是自由。自由带给人更高级的生活。朋友出国时，寄居在一户温馨的家庭，男主人每日勤勉工作，孩子们则欢声笑语地走进附近的小学，而女主人则默默担起家庭的重担，细心照料着生活的点滴。在朋友的固有观念里，家庭主妇似乎意味着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，仿佛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睡衣素颜示人，不必在意举止的优雅与否，亦无需承受外界的任何压力。然而，朋友见过的母亲、姨妈、邻居大婶们，他们的生活也大多如此。然而，这位女主人却截然不同。她每日清晨便早早起床，为家人精心准备早餐，目送他们离家后便换上运动装，在附近的街区跑上1个小时。回来后，她会沐浴更衣，画上精致的妆容，穿上一袭优雅的裙子。下午，她则会雷打不动地阅读1个小时的书籍，伴着咖啡与甜点的香气，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。除此之外的时间里，她与其他的家庭主妇无异，尽心尽力地履行着照顾家人的角色。那时，朋友工作繁重，总是期盼着能在周末的床上度过慵懒的一天，因此，朋友难以理解女主人为何要给自己的生活加上如此多的约束，更无法明白为何她比我见过的所有家庭主妇都更加自由、快乐、优雅。她从不放纵自己的食欲，坚持运动，使得她在婚姻的7年里依然保持着苗条的身材。她持续阅读，从未与丈夫的世界脱节，教育孩子也显得温柔而智慧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她的神色总是那么从容不迫，双眼中流露出的是发自内心的幸福与满足，这与朋友曾经以为的自由大相径庭。然而，朋友很快意识到，那种懒散的生活方式让朋友变得愈发懒惰和消沉，而女主人的自律恰恰赋予了她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，让她在忙碌与充实中找到了真正的自由。这种自由并非随心所欲的放纵，而是在自我约束中追求更高境界的从容与幸福。一位女人或许容貌并不惊艳，身形并非完美无瑕，比例也非尽善尽美，然而
当他对自己持有高标准严要求时，便能够持之以恒地克服重重困难，最终收获内心所向往的那份自由与满足。很喜欢一位作家说的一句话，请记得，通过自由之境的唯有一条路可走，以自律之法规避掉麻烦，摆脱掉羁绊，集中精力，全力以赴前往你想去的远方。自律的女人永远掌握生活的主动权，她的自律不仅是一种生活原则，更是一种对人生的独特诠释。她倾听内心的呼唤，以真挚的努力和深沉的爱意，构筑起充实而精彩的生活画卷，塑造出令人倾慕的自我形象。愿你我能成为自律的典范，活出真我风采，享受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